好，大家好，好久不见哦，因为我们已经来到第11集哦。前面的第10集里面，我们在最后阶段，我们帮一台车做了护理，就是我们等一下身后的这一台车，我们已经做了护理哦。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整整经过了3个月。这3个月里面，经过了2次台风哦，我都没洗。那可以看得出来，是真的是像没洗的样子哦。那今天我们来做算是一个特殊状况处理也好，或者是风灾之后的处理也好，大家遇到像这样的天灾、台风天之后，它的脏污会跟一般的使用情况会有点比较不同。经过这2次台风之后，我突然想到说这一段好像似乎没有讲给大家听，今天也试着重新再讲一次有关于这个部分，也当作是个 review， 然后把一些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很多客人常问到我们的一些问题，我也顺便拿出来一起聊一下。今天我们会用到的产品会有一样是 VB 当做预洗 ，SF 当做我们的洗车精 ，NWC 我们都要清一下铝圈。好 ，NWC 最近的关注度也非常高哦。TARR 就是我们在回应我们在做正洗那一集里面，我们如何在这么脏的车身之下去做一个清洁的动作。最后是一直我们没有去讲解我们3支产品 FS1、QS 跟 S001，很多人都有买，但是可能大家都没有很搞得清楚说这3支的差异性跟使用时机有什么不一样。最后我们再带到我们的养黑膏跟我们的电镀抛光膏，我认为是非常好用的产品，很值得大家身上放一条哦。等一下就直接来开始。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台车哦，相当的精彩哦。从铝圈的证明是我们真的没洗车哦，没偷洗哦。但是大家记得吗？上一次引擎盖的地方我们上了 1K Nano 长效型的 Sealant， 前叶跟前保的地方我们上 S002， 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在引擎盖的脏污上面其实是相对很低的哦，因为它本身的脱水能力跟自检能力是非常好的。其次是 S002 在上半段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下半段因为有泥沙的问题，所以它的脏污还是比较有。S003我们上次有说，它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薄的一层保护层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是蛮平均的，都已经整个都脏掉了。所以就此来看 ，S003也好，或者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 PW 啊、NW 也好，他们都适合做在所谓的后处理这个范围。就是我们如果有一段时间是个比较深层的护理完，隔下一次里面的一个算是一个养护阶段的一种过渡型产品。如果你要当它是一个主力的情况之下，它会比较辛苦，因为它的磨厚实在太低了。但是它如果当做一个日常 maintain 的方便、快速又好用，所以我们在每一个产品里面，每一个消费者在不同的使用的用途上面，都应该要不同的设定。为什么我们设计了这么多的产品里面，就是为了要符合在不同的环境正确使用的产品。接下来我们讲到有关于台风天这件事情哦，台风天这个状况我们比较多遇到问题是什么？第一，台风天本身的油污跟脏污是比较黏的，因为他们的雨水里面夹杂了很多的脏污，他们的风量把很多地上的沙尘啦、油脂啊，全部都卷进这个风里面，所以你在路上开，你灰尘量是非常高的。所以遇到台风天这个情况，很有可能它的东西是整个凝固在这个漆面表面上面的。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是先去融化这一层脏污，再去看下一个阶段该怎么处理。所以今天我会先使用 VB 来做一个预洗的动作。VB 里面最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是，请问一下，我如果拿 PA 壶，我的比例要抓多少？如果是手压喷壶，我比例要抓多少？我们给大家一个概念哦。VB 里面它适合的比例是1:30到1:50，这代表是它的最终比例。PA 壶跟手压喷壶的最大差异就是有外来水源，没有外来水源。在没有外来水源的情况之下，你装什么东西进去，出来就是什么东西。那如果你有外来水源的情况之下，你装东西进去，它会透过一个水的压力再打出来。一般这样的 PA 壶里面，它会被稀释大概50倍到80倍左右。它中间有个旋钮可以去做一些浓度上的调整。所以基本上，假设你要1:50的话，我们之前都做过一些稀释的动作。你看我们之前影片有1:4的、1:6的，这代表是我们让它稀释的更薄。当时示范的比例应该是1:200左右。那1:200效果就很明显了。何况如果你是用1:50的话，那今天我们来试试看1:50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50意思是，等一下我这个 PA 壶里面我要装进的是我的原剂，我并不做稀释。那我们就接着开始。以一台车的量，我想用到150cc 或200cc 就绰绰有余哦。好，我们就装个大约150，那直接把它倒进 PA 壶里面。我先把这个比例先调到最少。
测试一下泡沫。我现在水变多了，你看它就变水了，有没有？假设我把它的比例，我把这个格数转到最小，就是代表我进去的水是最少的，它出来是非常浓的。但是如果我把这个地方把它调高，代表是我的进水量是变大的，出来就会变得比较稀一点。我做比较明显的地方，整个就变水了。这样的比例大约就是1:50了。趁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整个来上过一遍。我们刚才喷了一台车哦，我们刚才到了150，我们回头看一下，实际上用了多少？大概75，所以一台车，假设你以正确用的之下，它用的量大概就是70cc 左右。如果你们有在用 PA 壶的，你们可以参考这个比例试试看。可是这个前提是它是在非常厚重的脏污之下，我们需要强化它的溶解能力。记得上次我们一直讲嘛，温度、时间跟浓度。现在已经到秋冬了，今天的温度已经跟上一次我们在拍摄影片的时候温度已经差了非常多。目前室温大约26到27度左右，跟当时的30几度来说的话，我的操作的宽度又变宽了，所以我可以用比较高浓度跟高时间的情况之下，让它去做一些比较深度的溶解。我们稍等一下，大约我们预计让它停留大约是3分钟，3分钟我们把它冲掉。大概2分半到3分钟之间呢，我们准备把它冲掉。那我们来看一下冲掉的感觉。其实我也没有很有把握，但是就边走边看。目前就是第一次冲刷出来的一个结果。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小细节，看一下说目前我们清的程度大概是什么状况哦。先来看引擎盖，泼水没有问题哦，泼水没有问题，上面还是有一些油污跟脏污。那等一下我们预估是再做一次清洁之后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前保这边当时有很多虫虱的哦，那虫虱的痕迹都已经被冲掉了，这边原本都是虫虱哦，脏污肯定是还有的。铝圈大概冲了20%吧。对，因为它里面实在太脏了，等一下会再做比较深层的清洁。那我们来看一下前叶杆这个地方很脏的地方，看一下脏污剩多少。其实还好，干净的，还是有点脏，但是其实还好，可接受。前面的地方测试一下，小脏，也是 OK。稍微 review 一下，我们刚才做的第一个动作叫除油，用比较高浓度的一些预洗剂来去将第一层的油污先做一个溶解。溶解之后，我们后面再往上叠加的一些溶剂预溶的部分才会有效果，不然上去是完全没有效果的。等一下我们要准备做第2步。好，我们接下来处理漆面的第2阶段了。记得我们在正洗那一集里面，我们有讲到，在车身很脏的情况之下，不要轻易的去接触你的车子。如果你想要让它全身而退的话，我们整一层一层去处理。等一下在上面我们会使用 RR 来去做清除铁粉的动作。车身下半部我们用 TEA 去清除柏油的部分，铝圈我们就 MWC 来去做清洁铝圈的部分。第2个最常被问到问题是 MWC 能够被稀释吗？答案是可以，但是你稀释的越多，它的效果就会稍微的降低一点。目前这里面我们稀释，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水水的，跟你一般看到 MWC 绝对是不一样。这里面已经稀释大概1:1的状态了，你看它其实很水。一般 MWC 是比较浓的，状况是不一样。我们现在就拿1:1的状况来去看这颗铝圈，它会变成什么样的结果？那也是均匀的上了一层。
然后漆面的部分我们喷 RR。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 RR 说腰线之上，下面就不需要喷了。下半部我们就喷 TEA。好，然后我们铝圈已经停留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铝圈我们会先冲掉。那喷完之后，我们就接着洗车身。清到这边其实已经看出来，1K 跟 S002的泼水都已经慢慢回来了。很明显 ，S003是撑不过这一次的浩劫，基本上也变成清水了。上一次我们在玻璃上面做的这个 NG 玻璃镀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泼水还是相当的漂亮。好，我们最常第3个被问到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的预洗器会不会把你们的蜡镀膜都洗掉呢？看到结果就知道，就算我用1:1的溶剂下去洗，会在就是会在，会掉就是会掉。其实我们的预洗器从 GS 开始到 VB、CST 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做过非常安全的认证了。不管外面的市场如何，我们在德国本身是做车厂的供应，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并不是减一定是好，或者是强减就一定不好。很多人说强减过不了 SGS， 那可能是过不了台湾 SGS。SGS 是一个认证的机构，那要看 SGS 的标的是什么，你要认证的条件是什么。那我们要看的是在欧洲国家里面，原厂接受这个产品的情况之下，他们是用什么条件来去接受这个产品才是重要的。我们不要一昧的去怪罪说它是强碱或它是强酸就一定很危险，一定怎么样？只要在安全的环境、正确的观念使用之下，它是不会损伤到我们的漆面的。我想今天我们使用1:1的 VB 来测试给大家看，就是一个最好的解释。好，那我们交代一下，我们让我们的伙伴帮我们把一些小细节先整理起来，因为今天它并不是我们想要讲解的重点，我们将来重点会在后半段，所以这部分我们当做快转前进，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先处理好，我们接下来马上接续下一段的部分。好，那我们回到现场，我们刚才伙伴们有稍微帮我们把铝圈洗干净了，因为铝圈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要讲的重点。那我们今天来继续接续后面的流程哦。那今天我们使用的洗车清，我们会用 SF， 那 SF 我希望它做到的比例大概接近1:200左右。它意思是说，我就在这一面装50cc 的原剂，然后加水加到200。胸针好250没关系。然后 PA 壶，所以现在是应该算1:6了。打出来就大约是1:200左右。那所以我等一下会把我的刚才我们在介绍所有人 PA 壶上面都有一个旋钮，那这个旋钮就把它转到最小，让它用最小的稀释比例把它打出来。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好，那我们就做一些刷洗的动作。那一样，我们请我们的伙伴帮我们刷一下。已经刷洗完了，那我们就先把它冲掉。那我们刚才做了一次 SF 的正洗哦。那我们在拍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我们有一支新产品，我们一直都没有测试过哦。今天要示范新产品就是这个 GW 是我们之前产品线里面都没有出现过的第3支的酸洗剂哦。有什么特性呢？第一，它还是个洗车精；第二，它一样是属于酸性的成分，可以看到它的 pH 值只有4.5，它并不像 AA 这么的强烈，所以它该有的酸性的效果它也是有，但是它
更强化的是我们洗完车之后的风干的速度，它会加速整个漆面的风干的过程。这有什么好处呢？假设我们在一些户外洗车的时候，我们洗完车想要快一点用风枪吹把它吹干的情况之下，它可以帮助你做到这样的效果。废话也不多说，我们就试试看。它的建议值比例一样是1:200，所以我们等一下一样是用50cc 的原剂里面做出200出来，倒的稍微仔细一点。好，50。好，1:200哦，它味道没有 AA 那么刺鼻哦，稍微比较舒服一点的味道。AA 其实有买的人会发现它有一股比较强的一个刺鼻的味道，但是这个比较没有。我们还是给它下一点点抓屎的动作。趁这个时候做一点点刨土的动作，对，我们很简单的稍微刨一下就好。那刨土的时候，我们这一次并没有使用润滑剂哦，因为这是我们的算第2次正洗了，上面的泡沫其实很干净哦。这一次在清漆面的感觉上面，其实有很多很明显的颗粒哦，因为经过2次风灾哦，我们就来把它冲掉了。可以发现，其实用了 GW 之后，它整体把水剥离的速度会变快。我刚才还记得吗？我们洗完这边是没有泼水的，我再示范一次给你们看。哦，它整个把水排掉速度是变得很快的，这个效果就是像这样的方式，让水很快速的帮你把它退掉，这样你在清洁的过程中，你在收尾是非常方便的。做一个小实验哦，就是说，假设我们先不要用布把它擦掉，我们用风箱的方式来去处理它，它变什么样？可以看到它的离水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也许你用风箱就可以把整台车全部都吹干，效果挺好的，我觉得蛮满意的。我们可以不需要在过多的摩擦之下就可以把这台车清干净了，我觉得挺好的。那提供各位参考。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把这台车擦干，进入我们的下一个主题。好，我们现在车身已经全部清完了。当然，我们车身这一次跳过了非常多的细节。如果你们有想要看细节的话，欢迎回去看到我们的正洗那个阶段，我们会上一个字卡，让你看到是哪一集。如果你们在车身清洁地方想要更深入了解的部分，你们就跳进那集去看。接下来我们想要提的一个重点就是如何去正确使用这3支的产品。FS1我们在我们的品名上面定义的是一个去水斑剂。去水斑剂它适合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新生成的水斑，例如说前一天下雨，你车停着，隔一天早上看到有水斑的时候，漆面你是可以清得掉的。第二个是属于在硬质的材料上面的水斑，等一下我们可以试玻璃来给你们看，说它本身有什么样的效果。那 QS 呢 ？QS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产品，就是说，因为我们本身还有一些展场上面一些展车的需求，在静态展示的情况之下，遇到有一些指纹、有一些油污，你当下想要把它清除掉的时候，一个很好用的产品。S001算是一个喷雾型的蜡品，你要说它是水蜡也好 ，OK， 它就是水蜡，没有错。如何正确来使用 S001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就示范给大家看。我们先来看 FS1，它的效果比较难看出来，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地选了一个玻璃的部分，来让大家稍微去感受一下。我相信在这边拍得出来，它的后面其实是有蛮明显的水斑的哦。那我们就用一个胶带把它稍微贴起来。那我们做一个区隔出来说，等一下我们这边我们用 FS1去清洁，然后这边我们不要动它，这样清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那我们今天只使用的是抹布，并没有使用其他的有摩擦力的物质哦。首先我们在喷的时候稍微喷湿一点，没关系。哦，那它需要一些量，先湿湿的先铺一下，让它稍微做一些作用。然后我们就一路的擦它，然后画一面干净的面。好，这样应该蛮明显的。我们把旁边稍微擦一下。
这样应该蛮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差异哦。那我们把胶带拆掉，就可以明显看出来这边的水斑已经少了非常的多，这边的水斑还是蛮严重的哦，那就是尤其像在这个区域，应该可以拍得更明显一点。当然，你说这个东西一喷上去马上就溶解，不可能的。如果有这样的商品，你要特别的小心，它们本身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我们在很温和的方式之下，你只要操作个2遍、3遍，我相信它会比现在更好。接下来我们来释放我们的 QS。那 QS 什么情况之下用呢？假设说我们现在这个引擎盖上面，其实我们已经都洗干净了。有些人会流手汗，我找个会流手汗的来好了。手会有些有一些脏污摸到，然后会油脏脏的情况之下，我们只需要喷一点 QS， 一样喷一些布上面就好了。在很快的时间之下，而且不会产生所谓的油印，然后把这个东西清干净。因为如果你用一般的布，可能会越擦越油。那使用 QS 它的选择是会更干净一点。那接下来就是 S001了。很简单，蛮多人问这支产品的，它就是一个喷雾型的蜡皮。我的习惯在操作上面的情况下，我就是一样要喷在布上，记得要干车。如果你是湿车的情况之下，它喷起来会有一点点反白，就是因为它的里面的蜡凝固了，甚至有使用者曾经有喷太多，就很多蜡凝固在上面下不下来的感觉。我们的建议是喷在布上面，稍微均匀一点的量，一次把你想要擦的部分。我想要擦这个四角形，我们就先把它铺满的情况之下，就可以直接把它顺的推完。其实我在擦的过程中，感觉上亮度已经增加许多了，不知道镜头能不能拍得出来。那我们再上第2遍，一样不要多，就是很均匀的方式去擦就好，整个滑度也已经拉上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喷下面的部分。然后再用一个干的地方去做所谓的 polish 抛光，稍微的推一下，它的漆面就会很滑顺。好，这就是 S001的用法。S001跟 S002是完全不同的属性哦，各有各的好。假设你平常喜欢打蜡的人，你适合用的是 S001。那如果你平时有做镀膜或者喜欢做封体的人，你适合用 S002或是 S003，都是可以使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试清洁环节里面最后2个商品，一个是氧黑膏，一个是金属抛光膏。这2个东西我们怎么使用它呢？先看抛光膏好了，适合的区域在像这样的镀铬件里面是可以使用的。这个铝件看材质，像这种环保材质的，属于金属，再加上表层处理的部分，这个处理是没有结果的，就是你推好像会有效，但是事实上是没有效的。那像这个不锈钢，早期的车这个是不锈钢，新的车可能是电镀，电镀就没有效果，但不锈钢是可以的。我们等一下会拿这2个地方来试试看，先试这个地方好了。好，那我们在做这个金属抛光的时候，强烈建议你必须做一个保护起来哦。每一个人有些会用抛光机，有些用细节抛光机。我觉得这种东西不要搞得这么复杂。要是我就是选择是用手推，那我们来看手推方式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我们选择我们自己在卖场里面销售的布，然后我们挤一点点，先把料先铺齐之后，先慢慢的把这个料都铺上去，然后很匀称的去慢慢的去推它。其实可以看到有一点点氧化物跑出来了。以这个情况之下，我认为就可以了，不要去太过用力的去推这个东西。好，这样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有抛的跟这边没有抛的，其实它的亮度其实是不一样的，能够看出对比吗？然后我们换一个地方。像在这个区域也是一样的哦。我先稍微把料稍微铺开一点，然后去推它。这种东西不要用太多，你看其实它会推出它的脏东西出来。用太多有时候会搞得整个都是，一点点放，一点点放。还是持续有一些脏东西跑出来。
然后最后把它推亮。在使用金属抛光膏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哦，因为它会在镀铬件上面去残留一些油脂，那这些油脂未来它会持续的停留在上面一段时间，它会保护这个镀铬件不会持续的被氧化。好，这个就是一个金属抛光膏的用法。好，那我们最后一个来示范所谓的染黑膏。染黑膏顾名思义就是把塑胶件染黑。Koch Chemie 的染黑膏其实蛮有特色的，我觉得它颜色非常的自然哦。针对于像这样的颜色，有些用出来它的黑，就像那个老年人有些染黑发那种黑的很不自然，但是我觉得它的黑非常接近原厂塑胶件的颜色。我们有时候里面会卡一些脏东西啊，黑的地方，久了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永远洗不干净的感觉。当然你可以认真的刷洗，把一些脏污的东西把它刷出来，或者我们也可以使用染黑膏的方式，把它做一些优化的处理。从这半段来去做一个左右区分 before after 的一个效果。那一样，我这边把它贴起来。然后戴这个染黑膏，我应该要戴手套的。那建议各位在使用情况之下，也要戴个手套，因为它淡薄欧。最好这边你们也都要把它贴起来哦。我等一下会示范一个不用贴东西的方法，然后你们试试看，你们用可能会比较好用一点。第一，把这个染黑膏挤在海绵的边缘，不要挤在中间。有些人一东西哦就往这边先挤，挤完之后，你的海绵就必须这样的去接触它，你会很难做。你把染黑膏放在这个旁边的地方，然后我们一样轻轻的把这个料先铺上去，你就可以使用海绵的最边缘地方去对它进行染黑的动作，就不会搞得整个都是了。不够的情况下，再补一些在边缘上面。那这上面这边也是，像这上面有一个小缝，一样我们海绵把它搭上去。你就不用怕搞到漆面，对吧？这是一个小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边就无所谓了，这边就全部给它搞上去。好，然后我们最后一个过程中，你要拿海绵换一个方向，去让所有的材料比较均匀的去涂抹在上面。都涂抹完之后，最后用一条你不要的布，例如说平时已经用到很多次的布，已经烂掉布，把它留下来，把多余的材料把它擦掉。好，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就会发现其实它的质感是非常的接近的，非常接近原厂这个质感。然后做出来的黑色也是非常自然的黑色，非常推荐大家可以人手买一支啊，因为这个东西买着就会有用到。好，那我们不以推销产品为主轴哦。今天目前我们已经把所有清洁的流程，尽量的把这些我们认为的小技巧都分享给大家看了。假设你们有任何问题，当然可以后台私讯我们，但是更建议的是你们可以把我们的1到11集都看过一遍，在里面会看到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概念在这里面。接下来第12集，我们会开始往抛光部分去做讲解。对不起，因为我们最近真的是非常的忙，过一阵子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忙什么事情哦。我们清洁养护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到这个阶段会到一个段落，希望很快时间我们可以排出第12集的时间出来，我们来进行抛光的基础原理的讲解。下一个阶段，希望大家一样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好，谢谢各位。